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在科幻史上有这样一部系列小说，凭借惊人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内涵，一举斩获星云奖、雨果奖，位列世界3大科幻小说之一。2013年，由小说第一部改编而成的电影上映，受到《三体》之父刘慈欣的鼎力推荐，称得在影片利益和均衡方面，甚至超越了科幻片巅峰《阿凡达》。然而，在国内，这部影片的口碑却平平无奇，甚至一度被骂毁原著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部饱受争议的经典科幻片《安德的游戏》。50年前，一群被称作虫族的外星人突然袭击了地球，数亿人在入侵中丧生。当时的人类最高指挥官老马只身摧毁虫族母舰，牺牲自己，换来了人类苟延残喘的机会。转眼间，50年过去了，虫族的下一次袭击随时可能到来，飞船数量将是上次的10倍。大难临头，人类的命运却掌握在一群孩子手里。国际舰队认为，孩子比成人更加决断敏锐，果敢无畏。孩子的大脑也更适合整合复杂信息，便从世界各地挑选出一批儿童，他们不用学习语数外，只需要玩战争游戏，不断提高游戏成绩。我们的主角安德正是被选中的孩子之一，他凭借惊人的天赋，很快就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，成功引起了训练部主管老白的注意。为了便于训练员时刻查看，孩子们都被植入了监视器。老白为告诉原因，就下令移除了安德的监视器，以考验他会如何应对霸凌。一贯冷静的安德终于慌了，他以为自己被踢出了项目，顿时心如死灰。而今天在游戏对战里输给安德的孩子们，哪能错过这等落井下石的好机会？仗着人多势众，将安德推进了标本室，想对他下黑手。透过监视器，全神围观的老白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因为他在安德的身上看到了作为领袖必备的特质：果断冷酷，目光长远，用一次战斗避免未来的冲突。劝说安德回到家中，正向二姐哭诉，他们一家一共有3个孩子，个个都是天才，却接连被项目组淘汰。安德是家里最后的希望。正在这时，大哥突然闯了进来。他曾经也是被选中的孩子，因为表现突出，一度被寄予厚望，却在最后一刻因为生性残暴，被老白踢出了项目。大哥因此对军方怀恨在心，也就对着被选中的弟弟安德，经常打着玩游戏的幌子虐待弟弟。随着最后一个孩子的落选，这个天才辈出的家庭本该与项目无缘了。没想到晚餐时分，训练主管老白和助手小黑突然出现在门口。小黑问安德，当时企图霸凌他的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了，为啥他没有停手？安德表示，100多年前有一位姓包的伟人说过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领头的被他打残了，剩下的小弟就不敢再来烦他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老白表示非常满意，宣布安德通过了最后的考验，正式从训练营毕业，进入了作战学院。老白对安德寄予厚望，他叮嘱安德，你大哥生性残暴，二姐又过于善良，想成为人类领袖，就得找到感情上的平衡点。第二天，安德和其他被选中的孩子一起乘坐火箭前往位于太空的作战学院。飞行途中还发生了个小插曲，老白故意当着所有孩子的面夸奖安德，让他木秀于林，成为群体中被孤立的另类。因为舰队需要的不是一群关系融洽的凡人，而是一位凯撒大帝和拿破仑。安德很快迎来了作战学院的第一课。老白不忘起当年的指挥官只身击破虫族母舰的视频，这是作战学院洗脑宣传的第一步。通过这段视频，激起孩子们对虫族的仇恨和打败虫族的信心。看到虫族母舰灰飞烟灭，学员们不仅欢呼雀跃，唯独安德陷入了沉思。这段视频他每天都要看几10遍，试图从中找到虫族行动的规律。除了理论课程外，学员们还得接受搏斗训练，以保持身体强健，培养好斗的性格。正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作战学院准备了零重力的战斗室，帮助学员快速适应太空环境。同时，这里也是战队作战的训练场。除了作战服之外，学员们还配备了一把激光枪，本身几乎毫无威力可言，可一旦击中身穿作战服的学员，对方就会瞬间僵直。和安德同乘一架飞机来的学员们将组成一支队伍，和其他战队对战。队员们进行对射，4支1分，躯干6分。一般情况下是评分最高的战队获胜。可如果某位成员无伤闯入其他战队守护的出口，那他所在的战队则将直接获胜。经过激烈的比拼和选拔，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学员能顺利毕业，进入学院。为了让他们专心训练，老白截断了他们和外界的一切通讯。在作战学院里，学员们甚至失去了说话的自由。在严苛的训练中，安德结识了几个朋友，原本孤僻的性格也有所改变。曾经孤立他的学员们逐渐站到了他的身边。某天在查询资料的时候，安德意外发现自己的平板上居然有一款奇怪的游戏。他操纵一只有3条命的老鼠，来到了一个巨人面前。桌上有2杯绿色液体，巨人告诉他，其中1杯是毒药，喝完必死无疑；另1杯则是灵药，喝完职能仙境。第一次，安德选择了左边那杯，老鼠在惨叫声中化作脓水，里面显然是毒药。按理说，右边那杯就是灵药了。可是当老鼠跳进杯子，却再次化作脓水，显然这游戏有问题。其实，巨人的杯子这个游戏是助手小黑担心安德的心理状态，为他准备的测试题，意在观察他在遭遇失败挫折后的反应。
现在安德就剩最后一条命了。只见他不慌不忙，他从老鼠跳上酒杯，然后突然钻进了巨人的眼睛，竟然把巨人给杀了。好家伙，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，这就是安德从作战学院的教导中领悟出的道理。只有弱者才遵守规则，强者往往能打破常规。让安德继续待在星洲村，纯属浪费时间。老白当即下令将安德调去火蜥蜴战队。这个战队堪称精英中的精英，在队长大鼻子的带领下，连续21场未尝败绩。哎，等会儿，照理说，作战学院的成员都是儿童，这是安德，这是安德的同期，这是火蜥蜴。大鼻子一看上头派来安德这么个瘦皮猴，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威胁安德下了比赛进场后，只能待在入口附近，泉水挂机，不要送，哥带你躺赢。好在并不是所有队员都对安德充满恶意，例如队里唯一的女成员小美就对安德一见钟情，主动约他去林中里训练室练枪。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优秀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优秀。一共训了1分钟，从人体瞄边到枪杆爆头，安德只用了10秒，剩下50秒都在妹的面前刷好感度。第二天，火蜥蜴战队迎来了劲敌美洲豹战队，队员们兵分4路出击，安德则被安排在入口观战。火蜥蜴毕竟少了个人，战术网出现漏洞，小美所在的小队被对方击破，落败只是时间问题。眼看小美重重砸在了障碍物上，在真空中失控漂浮，安德终于坐不住了，他违背了大鼻子的命令，孤身潜入战团，帮小美稳住身形。安德看清局势，顿时心生一计。3、2、1。安德假装中枪僵直的尸体，悄悄改变方向，飘向敌方，然后手持双枪大杀特杀。安德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，小美的芳心和大鼻子的敬畏，为接下来的冲突埋下伏笔。某天，安德再次打开游戏，操纵小鼠删除巨人的尸体，突然看到万千落叶汇聚，化作一只虫族，对方似乎想对他说些什么，奈何语言不通。接着，他又变成了2姐的模样。就在同一时刻，无数陨石从天而降，将远处的城堡击毁，所幸没击中小鼠和2姐。安德跟随2姐的指引，来到城堡的废墟深处，小老鼠就变成了安德的模样，而2姐被困在了水晶球里。原来这款游戏是孩子和电脑思维交流的结果，游戏剧情反映了孩子的精神状态。而安德显然有些变态了，但老白根本不在乎安德的身体健康，他只在乎安德能不能杀了人类击败虫族。为了进一步锤炼安德，老白将他派到了飞龙战队当队长。别看名字很拉风，其实队员全都是从其他战队淘汰下来的怪咖，队员们谁都不服谁，其中就有安德同期新人队的成员。在安德的领导下，贵境魔盒的队员们拧成一股绳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从垫底的老八升到了第3名。而他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，竟然是目前排名前2的2支战队——火蜥蜴和美洲豹。没错，这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，要同时面对2支强队。为了增加难度，老八还下令将障碍物推到中间，完全隔绝了安德的视线。偏偏在赛前5分钟，飞龙队的一名队员脚崴了，让原本就劣势的飞龙队雪上加霜。关键时刻，小美以替补的身份登场，为飞龙队增加了一份希望。安德先派出2人小组，小美负责射击，另一个队员充当肉盾，轻松团灭了躲在入口视野盲区的12名敌人。接着，安德又把绳索连在一名队员腰间，把他扔向敌方阵营。队员当然被打成了筛子，但他也摸清了敌方的阵型。原来大逼的他们在门口堆了一圈障碍物，队员都躲在后面守株待兔，打算利用人数优势和安德打战好战。安德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让队员们抱成一颗球，向着敌方阵地冲去，途中用脱离熟人的手段不断调整飞行方向，陪着最核心处的队员无伤冲进敌方入口。飞龙队最终赢得了比赛。安德的操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鸡汤文，说蚁群被火海围困，自觉以蚁后为核心，团成一个球滚出火海，用外层蚂蚁的性命换来蚁群的延续。听过这个鸡汤的弹幕口播1，当时我听完深受震撼。直到后来有一次，我在大太阳底下用放大镜烤蚂蚁，结果蚁群一哄而散，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赛后，大鼻子带着2个壮汉找到了洗澡落单的安德，要和他单挑找回场子。安德劝说无果，只好仓促应战。大鼻子后脑受了重创，尽管性命于无，但会被送回地球寄养。大妹子和语文学院不管了，副处长小黑提出了辞职，他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秉持的价值观相悖。安德内心自责，用推事项目威胁老白，要求和大鼻子一起回地球，他要和自己的2姐谈谈。再这样下去，安德迟早要疯。老白只好照做，去安德家里将2姐带到基地。安德见到2姐，终于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自己之所以能百战百胜，全是因为他了解对手的想法。可是当他真正理解了一些人之后，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们。这种矛盾的情感始终缠绕着安德。2姐一眼就看出安德为何萌生退意，他害怕自己看不透敌人，畏惧失败，但他承载的是万千人类的命运。灭族的灾难即将到来，他早已避无可避。经过2姐的劝说，安德终于和老白离开地球。他们没有回到作战学院，
而是直接抵达距离虫族母星很近的高级指挥基地。他将在这里接受最后的训练。如果通过，安德会指挥人类战舰和虫族决一死战。指挥基地位于一颗褐色的行星，这里原本是虫族的领地，充当入侵地球时的前线补给站。上次战役中被人类抢回来，星球上的虫族被血洗一空。尽管虫族已经被压缩在母星，但为了避免未来的战争，人类还是决定毕其功于一役，主动出击，彻底消灭虫族。安德被安顿在学员宿舍，由于基地是在虫族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来，所以随处可见虫族的痕迹。在这儿睡觉，怕不是要做噩梦。安德正望着远处的风景出神，一回头，屋里冷不丁出现了一名花脸大汉。大汉表示，从今天起，他将针对安德设计一系列进攻策略，模拟和虫族的大决战。而他的身份竟然是当年孤身打爆虫族母舰的人类指挥官老马。从他的口中，安德终于知道了上次战役的真相。原来老马在混战中通过热成像图锁定了虫群温度最高的核心母舰。老马大胆猜测，虫族就像地球上的蚂蚁，单个的工蚁没有思考能力，全靠蚁后指挥全局。现在蚁后肯定就在母舰里，于是他驾驶战机撞向母舰，在撞击的前一秒及时弹出，侥幸从战斗中生还。剩下的失去指挥的虫族战舰果然停止攻击，纷纷从空中自由落体，人类也以侥幸度过了难关。然而以上内容纯属老马的猜测，所以官方描述上次战役的视频都在老马打爆虫族母舰处戛然而止。也因为老马脸上象征为死者代言的纹身，将他雪藏在指挥基地里。可既然虫族重建了舰队，就说明他们的女皇不止一只。尽管虫族没有对人类发起进攻，似乎是打算在资源耗尽之前向另一颗星球殖民，但人类秉承着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的理念，决定主动出击，把危机扼杀在摇篮里。届时将由安德负责总指挥，手下的队员们各自领导战略小组，远程操控无人机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一尊大杀器，价值700亿的要零3 7大炮，根本用不着需要虫族女皇，蓄力一炮全部干掉。等会儿，青少年、无人机还有大炮，这不就是向我开炮？在正式开战前，安德他们将进行模拟训练，并很快迎来了首战。某个行星的星环里停驻着3艘似乎正在搜集水源的虫族飞船。安德当即下令，舰队以两面包夹之势靠近，正面部队发起佯攻，几艘战舰从浮冰底下打出致命一击，一举歼灭了虫族飞船。首战告捷的安德一路高歌猛进，连战连胜。可随着模拟训练的战斗环境越来越复杂和真实，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再加上长期睡眠不足，安德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他身为总指挥，本来只需要顾全大局，但是却总想着同时操控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。战场瞬息万变，难免忙中出错。明明是一次训练，老马却这样生气，对安德动手打。安德是第一个，但会是最后一个闯关。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准备下一个闯关了。人类的未来都是在安德受伤的肩膀上。明天，安德将迎来最终模拟战，老马将亲自操作模拟器，用虫族和他对阵。这一仗要是打赢了，安德就会获得实战的资格。当晚，安德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他询问小美，关于虫族可以通过思想和人类交流，也许他们并不想开战呢。然而这个问题注定得不到解答。老马和老白也睡不着。尽管安德天赋异禀，但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第二天一早，最终模拟战如期举行，指挥官等军方高层亲临现场观战。战场设定在虫族母星周围，双方舰队严阵以待，隔着碎石星带遥遥对峙。虫族大便不知为何没有主动发起进攻。一名队员开玩笑地说道：“难道虫族是想讲和吗？”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安德当即下令主动进攻，指挥无人机群发动了自杀式袭击，逼着原本松散的虫族舰队聚到一起。机会来了，可还没等安德他们庆祝，母星上突然出现大条红点，更多的虫族战舰从母星升空。安德想起了最后一次战队战，当即下令收束舰队，将所有无人机聚集到大炮周围，炮口对准虫族母星，哪怕牺牲整个舰队，也要撑过大炮充能的90秒。所有战舰顺时针旋转，为大炮打开视野，同时充当隔热护盾，抵消冲进大气层的热能。一支小队听从安德的命令，脱离大部队，加速冲锋，在虫群中打开一个缺口。大炮也在此刻充能完毕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模拟战以人类的惨胜落下帷幕，指挥间瞬间化作欢呼的海洋。可当安德回头望去，却发现指挥官们一个个都面沉如水。屏幕再次亮起虫族母星的现状，映入了每一个孩子的眼里，整颗星球都化作一片炼狱火海。真相如此残酷，刚刚发生的一切根本不是什么模拟战，而是真正的最终决战。安德付出了无数生命，为人类赢得了胜利，同时也灭绝了一个种族。安德怒了，如果他知道这是实战，他就不会为了胜利主动牺牲人类舰队。在开战前，他也会观察虫族的动向，试着和他们交流。虫族初次入侵地球是为了寻找资源，而被打退后已经50年没有发动过战争，这次集结的目的也未必就是入侵。
情绪激动的安德被麻醉剂放倒，送回宿舍静养。小美留下来陪他。昏迷中的安德脑海中闪过游戏画面，突然意识到虫族女王通过游戏进入了他的大脑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和他沟通。想通了这一点，安德突然从昏迷中惊醒，全接着打算开始他的小美，独自前往远处的虫族界。他通过梦境的指引，来到水晶球对应的虫巢，竟然发现了一枚还在蠕动的虫卵和一只奄奄一息的虫族。根据普通虫族无法独立思考的设定和它背后延伸出王冠形状的器官，我猜她也是一只虫族女王。对方似乎真的没有恶意，经过一番眼神交流后，非但没有吞下杀手，还擦掉了安德的泪水。虫子指了指虫卵，里面正孕育着最后一只虫族女王。安德心领神会，向虫子保证会帮助虫族找到新的家园。安德带着虫卵回到基地，不久便因功勋卓著被封为舰队司令，还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星舰，正式脱离了老白的掌控。安德给二姐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，并带着虫卵独自离开，乘坐飞船前往宇宙深处。安德的游戏就此落下帷幕，淡淡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这部上映于2013年的《安德的游戏》有着极负盛名的原著作背书，演员阵容方面有哈里森·福特、本·金斯利、老带新，照理说应该稳如泰山，但这部电影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，都远低于出品方狮门影业的预期。安德的游戏投资高达1.1亿美元，但北美票房仅6100万美元。到现在，全球票房也刚过1.2亿，出品方狮门公司赔了底儿掉，续集也因此被永久搁置，口碑表现也不甚理想。豆瓣评分7.1，放在科幻片里算勉强及格。IMDB 评分更是只有6.6。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狮门影业的策略上，想利用安德的游戏的青少年主角团，将它打造成一部科幻界的哈利波特，想讨好所有群体，结果好像谁都没买账。想看大视效爆米花的观众觉得片中的大场面太短，看重剧情的观众觉得打怪升级的宇宙龙傲天太小儿科。原著粉的意见就更大了，表示删减太多，整个以流水账。电影版删去了大量安德的内心独白和自我拷问，使得他的心路历程不够明晰，在压力下心态的转变也略显突兀。由于篇幅受限，片中安德的大哥和二姐戏份都不多，仅仅塑造出了大哥暴力狂、二姐很善良的刻板印象。其实，在原著中，两人的性格并非几个形容词就能概括的。安德与大哥的敌对，突出了安德柔性的一面，与二姐之间互相关心，但善良的二姐也有自己的野心。原著中，几乎在安德灭绝虫族的同时，大哥和二姐就套上马甲，在互联网上引导舆论，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。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安德的那群小伙伴们。原著中的他们性格各异，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到了电影里却成了一个个面目模糊的工具人。原本和安德只有兄弟情的假小子，甚至被塞进了女主角的剧本，属实让原著粉难以接受。堂堂好莱坞大厂狮门，咋也犯国产群众片的毛病，好像没有爱情就拍不了青少年电影。相比于原著，电影版少了一丝残酷。原著中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模拟战，每一场战役都是真实发生的，和虫族作战的也不是无人机，里面全是人类驾驶员，阵亡远远不止几千人。但要说安德的游戏是一部烂片，那显然也不够客观。正如片头大刘所说，当时的科幻片大多重特技而轻剧情，重戏剧性而轻角色成长，而安德的游戏在节奏、情节、角色、特效和主题等方面相当均衡，没有明显的短板。除了细节的删改之外，电影版保留了原著的内核。原著探讨的重点有2个，一是安德的社会化进程，以及该过程中的人性挣扎和成长；二是不同文明的交往问题。在谈论文明交流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黑暗森林法则，由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，以及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，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。这2条公理，我们得出宇宙是一片黑暗森林，一旦某个宇宙文明被发现，就必然遭到其他宇宙文明打击的结论。其实黑暗森林只是对文明交往最坏的想象。《三体》的作者大刘就曾经说过，从科学角度看，黑暗森林法则在数学逻辑和实验观察上都不严密。第1条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，缺乏社会学依据，无法证明非核破坏性文明不存在。第2条公理提到的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，也许在银河系范围内成立，但远远谈不上公理。在安德的游戏原著中，虫族和人类的初次冲突属于一场意外。影片中的虫族也并没有再次入侵地球的打算，却遭到了灭顶之灾。人类政府通过洗脑宣传，激发国民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敌人的仇恨。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，却沦为人类换取胜利的祭品。即便人类最终获得胜利，幸存下来的种群能否被称为人类，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无论是何种背景下，战争能带来的都只有毁灭与创伤。宇宙的生存法则可能并不是完全的黑暗森林法则，高级文明和低级文明一定没法和平相处。或许宇宙中存在着善意文明，他们不光情商高，还愿意把技术传授给地球人，就像降临里那些坐鹅烂石飞船降临地球、酷爱水墨画的社恐外星人。人类琢磨零和博弈的时候，他们可都在飞船里干着急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